朕实在不明白，如何会遇到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女子。你聪明的，让朕都有些害怕。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，朕也不瞒你，也许，的确，这病就出在朕的身上。皇上，奴婢被皇上朝信半请，虽时日不多，但已看出端倪。每晚您盗汗惊悚，虽与奴婢同床共枕，却多次不能行夫妻之实。我想，这也是您不能让嫔妃怀有子嗣的原因所在吧。奴婢回想起来，第一次被皇上招幸的时候，皇上的确是生龙活虎，实在想象不出如今的情形。皇上，只要你肯，奴婢一定想尽办法治好您身上的病。太医院的人都是饭桶，朕已经让他们开了很多方剂，各举其方，最后都没有效果。能不能到园子外面想想办法呢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朕也不必瞒你了。朕刚刚发现这个毛病的时候，曾经悄悄地派人到园子外面去四处打探，花了很多的银子，也服用了一些方剂，可是都未见效果。尤其是最近1年，朕觉着病情加重，与嫔妃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皇上，奴婢以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奴婢不相信能治好这方面病的人都死绝了。奴婢以前的义父就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医生，治好过无数的疑难杂症，只可惜他已经过世了，要不然把他找出来，一定能治好皇上的病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朕倒想起一个人来。先朝有一位神医章，曾经替朕的太爷爷乾隆皇上治过这类的病，据说医术十分了得。只不过此高人自从给乾隆爷治好这个病以后，就消隐于世，隐姓埋名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。皇上，如此内忧外患之时，太佛爷所下的时限也时日不多了。无论如何，奴婢和皇上必须抓紧时间怀上子嗣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住皇上的皇位，而奴婢也才能了却与皇上百年好合之愿。所以，以奴婢之见，是不是应该马上让安德欣出园去打听啊？让安德欣去，朕自然放心。只是奴婢明白，安德欣不会多嘴的。一旦有人打听，他会说是替奴婢寻医问药。皇上敬请放心。我问你，知道张神医这个人吗？兰主子，您是从哪儿打听到这个人的？甭管那么多，反正有人告诉我了，你就说知道还是不知道吧。回兰主的话，此人名叫张玉芝，是河南南阳人士。40年前，他为乾隆皇帝医好了下身的脏病。乾隆爷不光赏了他金银财宝，而且还亲笔题写了"神医"2字。从此，此人便名声大噪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要是能找到这个人的话，皇上的病就有救了。时过境迁了，40年的光景，他老人家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世。回兰主子话，据奴才听说，此人仍活在世上，只不过是隐姓埋名，不肯再出头露面。为什么呀？既然皇上都赐他"神医"2字了，他干嘛还要隐姓埋名呢？兰主子有所不知，就因为当年他治好了乾隆爷下身的病，所以才跟太医院的那些太医们结下了仇。您想啊，明摆着让那些太医们在万岁爷面前颜面失尽，威风扫地，能不结仇吗？再者，
给乾隆爷治好了下身的病，那就等于知道了天底下最大的秘密呀。他如果不隐姓埋名，日后肯定会招惹是非，所以他这才隐姓埋名，再也不出山了。这得赶快找人去找啊！哎，不行，你亲自去吧。不瞒兰主子，2年前奴才就奉万岁爷之命前去寻找。奴才找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，翻遍了衙门的户籍名册，甚至还到他老家河南南阳去了一趟，都没见着人影啊。奴才以为这次即使是找着了，要是没有特别近的关系，恐怕也很难请他出山呢。兰主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行啊，安德心。以前我5次3分的问你知不知道皇上得了什么病，你推3推4的说不知道，合着这2年多前就替皇上打听上了，这不拿我开涮吗？兰主子恕罪，您有所不知，皇上这病得的不是地方，更拿不上台面。皇上下身得病，这可是朝里头最高机密。甭说不敢跟您说，跟我亲生父母，我要是透露了半个字儿，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，而且还得株连9族。万望兰主子恕罪。算了算了，既然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就不追究你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得赶快找着这个人，具体他到时候肯不肯出来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哎，要不是这样吧，你去趟我们家，我的表哥智德宏父亲以前也是江南名医，你就跟他打听打听，说不定能知道点消息呢。这啊，对了，你顺便问一下我额娘，就说智德宏跟梅儿的婚事办了没有？要是没办的话，就说是我希望他们早日成婚，早得贵子。奴才明儿一早就去。此事千万不能跟外人说，万一有人打听，你就说是我得了病，可千万不能说是。奴才明白。方爷，这是定钱，您过个数。哎呀，张公公，您这何必呢？您拿的从来都是国库里的官银，过什么目啊？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不就成了不识好赖人的小人了吗？不过有一节，张公公，我要问你一句，你要我做的到底是个什么？
这个您还是把它拿回去吧。成，一准儿成。只要有银子，就是天王老子我都敢做。哎，王九平啊，咱们可丑话说头了。人做了，完事之后我给另外的一半，可你要做不了，公公您放心，事儿要做不成，分文不取，原数退回。道上有个规矩，谁都懂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那是。张公公，什么时候带我的手下去识人呢？就今天。好。张首领，奴才有事禀报。嘿，来得好啊！王九平啊，我这就带你认人来。哎，看没？就那个。哪呀，张公公？怎么看不清楚啊？到底是哪个？王九平，你喝傻了？不就那小眼睛那胖子？哦，就那胖子，就做他。行，得了您呢。哎，干嘛去？做他呀！我给你提个醒啊，这事儿绝不像你想那么简单，过去扑一刀完事儿走人。别看他胖，那不是虚胖。大总管说了，这人从小练过功夫，身手还十分的敏捷，你得机密点儿。回去上去一下不得手，脑袋没了，哪儿喝酒去？张公公，您放心，做这种事儿不会是我一个人干，我手下那帮兄弟做他一个胖太监，那是绰绰有余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！哎，跟你说呀，你可别大天白日的当那么多人就下手，找一背景地方，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报了官，这也没法办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哎，你啊，得手以后把这尸首扔远着点啊，最好离京城越远越好，知道了吧？得嘞，你急什么呀？我看呀，你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再下手吧。啊，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啊。在下明白。那就这样吧啊。您就请好吧，您呢？来了。找谁？这是惠家吗？正是，请问您找谁？惠征夫人。您是哪位？在下圆明园攻坚首领安德新，奉兰贵人之命，特来探望夫人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早就听说您是。
身边的红人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兰儿有出息是我们家的福分，孩子小不懂事儿，还请公公多多指教啊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额娘，额娘，梅儿，哎，看这么大姑娘，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？看着头发。哎呦，额娘，你听我说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跟胡同里的肖家妞一块上街，你猜我撞见什么了？什么呀？夫人，这是……是你？哎，是你？怎么着？马车赶到我们家来了？哎，鞭子丝笔你交给牲口了？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没瞧见马车呀。赶上干了别的了，没。哎，你到我们家来干嘛来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园子里的安公公。啊？他不是车把式，是园子里的。是啊，赶紧给安公公请安。夫人，没事没事，我想这一定是兰主子的妹妹梅儿，对吧？哎呀，正是正是。原来你是园子里的公公啊！说实话，第一次在大街上碰见你赶马车，我还真没瞧出来。怎么你？不过今儿这身衣服穿上，倒真像是那么回事儿了。哎，对了，安公公，我姐她怎么样？她现在好吗？胖了还是瘦了？你到我们家来，她有没有让你给我捎什么话，带什么东西？梅儿。大人说话呢，你干嘛呢你？进屋去。额娘，你就让我跟安公公说会儿话嘛。他从园子里来，我当然想问问他我姐的事儿了。再说了，这是在咱家里，又不是在园子里，怕什么的？是是，夫人，不碍事，就请二小姐随便问啊。哎呀，安公公，这孩子啊，他不懂事儿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哪儿的话，夫人。这位是安公公，这是我姐的。额娘，我知道了，以前是行了吧？安公公，这位是志同公子啊，是我额娘的干儿子。以前跟我姐是，哎呦，额娘，你掐我干嘛呀？哎呦，公公，你怎么不喝茶呀？哦，多谢夫人。我跟您说呀，他叫志同，是我的干儿子。志同啊，来，见过安公公。公公是特意从宫里头来看咱们的。哦，干娘，哎，今儿是阴历初几啊？阴历17啊，17，没错，没错，就是阴历17。对了，你顺便问一下我额娘，就说志同跟梅儿的婚事办了没有？要是没办的话，就说是我希望他们早日成婚，早得贵子。哎呦，你这，哎呦，又洒一身吧？你看，哎呦，我真是，坐。哎呀，啊，不是那个，倒水，这不还有呢吗？有，夫人您坐。哎，夫人，在下临出园子之前，兰贵人特别嘱咐，让我在探望夫人的时候顺便问问，这位公子和二小姐的婚事到底办了没有？要是还没办，兰贵人那儿希望他们早日完婚，这样也好早得贵子。是啊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开什么玩笑？凭什么让我嫁给公子？哦，他自己进园子里出不来了，就把我如给公子，就跟我嫁不出去似的。梅儿，怎么了这是？他是不是以为这全天下的姑娘就他一人天生丽质啊？我梅儿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，但也还算出众。我走在大街上，回头看我的人也不比他少，凭什么让我嫁给公子？胡说，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，凭什么我姐总拔尖儿？
大让小事规矩，可以没让这个的呀。他现在有了皇上，就把公子给忘了，甩手像扔件衣服似的把公子扔给我，这像什么话？放肆！死丫头片子，少说两句。我当然要说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自从姐姐进了园子，这家里都成了什么样子？公子一听说姐姐当了贵人，现在整天痴痴傻傻的，不是满眼含泪，就是突然大笑出声来，好几次吓得我跟撞了鬼似的。我不仅得每天照顾她，还得听她从我耳边唠叨什么郎儿长郎儿短的。现在倒好，都要我嫁给他。凭什么我姐姐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？就跟我上辈子欠了她什么似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别让我逮着机会，下次再进园子，我非臭骂他一顿不可。胡说！你姐姐她现在是贵人，你不知道？我才不管他什么贵人不贵人呢！就算他跪我践行了吧，他也总得让我说话不是？什么早日晚婚、早生贵子了，我看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行了，谁呀？快去看看是谁呀！啊，快去！哎呀，您坐。张爷爷，您回来了。梅儿，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，怎么了，孩子？啊，哎呦，不要哭啊！你看看，你哭这么好看的丫头啊，有什么事情给爷爷说。你看看你，哭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事儿给爷爷说啊，爷爷一定给你做主啊！不要哭啊！哎呀，以后啊，这女孩子可不能老掉眼泪啊！额娘，张爷爷回来了。哎呦，夫人一向可好？好，谢谢您惦记着。哎呦，张神医，您可回来了！您这一去可就是小1年的呀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神医张，我刚一进京城，我就听管家告诉我啊，我走之后，安排志同到安国去买药，路上遇见了劫匪强盗，哎呦！我当时着实的担惊受怕了一阵子，后来他告诉我呀，后来他是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我这才踏下心来。夫人，我听管家跟我说，他回来以后啊，整天是坐在那儿发呆，有时候还傻笑，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去看看他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啊，他就在里边躺着呢。啊，好。好。
梅儿，把这收起来，别吵我。谁回来了？志同，爷爷，志同，张爷爷啊，志同，额娘，公子他好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张神医，谢谢您了。您看志同这孩子啊，这么多月了，看了多少大夫，吃了多少药都没用，还是您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呢。的确，神医张老先生。在下是圆明园的攻坚首领安德新，在这儿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宫里的人，失敬啊！张先生，是在下斗胆问您一声，您是不是就是40年前红遍京城的那位？哎呦，公公，本人就是一个无名小卒，而且早已经脱离了杏林。40年前，那我更是不谙世事的一个小学徒，谈不到什么红遍京城的故事啊。夫人，这是一个方剂，熬几副药给志同喝了，很快就会痊愈的。我知道了。志同，哎，师父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心病不除，万疾不去，你万万不可私欲太甚，这样恐怕对身体是大有损害的。你年纪轻轻的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得吧？志同，爷爷，孙儿记住了。好，公公、梅儿、夫人，在下告辞了。志同，你别起来了，我没事儿。您慢点，慢点走。张爷爷走好。啊，神医爷爷您慢走啊。公子，在下安德新有件事儿向您询问。好，请。安公公请。好，公子请。公公请，公子请。在下想问公子一人，此人乃是杏林中人。杏林中人，公子，兰贵人在园中跟我提起过您，知道您深谙医道。怎么了？兰儿她病了。兰贵人身体康健，没病就好。没病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公公，你刚才所说的杏林中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哦，此人乃是河南南阳人士，叫张玉芝，人称神医张。不知公公打听此人有何事啊？公子，宫中之事不便深表，您就直说吧。您是否认识此人？其实。刚才你已经见过他了。哦，真的是他？张爷爷只不过把名字改成了张先德，但我知道，他以前就叫张玉芝。40年前声名显赫，京城中的杏林人士和走街郎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本以为张爷爷有此名望，会一生悬壶济世，可没想到，张爷爷突然决定不再行医。举家迁徙，离开了京城，一走就是20年，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刚刚搬回京城，准备颐养天年的。公子为何知道的如此详细？哦，在下不才，家父刘子谦乃是张爷爷的入门弟子，在下从小随父研读医书，所以也常听家父说起张爷爷的过去。真是天助，天助！公子，
请您马上安排，咱们现在就去拜见这位张神医。哦，安公公不行的。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张爷爷已经沉寂于市井，不再与人诊病。此次公公一定是希望他出山诊病。其实我在这儿就可以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这么多年，多少的达官贵人，甚至朝廷命官，上门祈求诊病的人，都被张爷爷断然回绝。我看公公就不要白费这个心思了。公子，在下是受了兰贵人之托，此次定要找到这个神医张。既然现在已识得庐山真面目，还望公子千万不要推脱，万望您从中搭桥，助我完成使命，拜托公子。什么？是兰儿要找张神医？正是。这兰儿既然没有病，为什么要找张神医呢？另外，兰儿现在已成为宫里的贵人，如若有病，应该由宫里的太医为其诊病，为何要找宫外的大夫？公公，这可是宫里的规矩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公子，既然您已出此言，在下也就和盘托出吧。实不相瞒，兰贵人现在确实抱病在身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安公公，兰儿病了？哎，你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说她好好的吗？我就知道这宫里一来人准有大事儿。你看，哎呀，志同，兰儿病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呀？你先别急，你先坐。公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安公公，你就快说，兰儿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她现在病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我姐她真的病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宫里绝不是什么好地方，进去了就出不来，这憋也得憋出病来。夫人，这朝中之事不便明说，能否容我与公子单独谈谈？啊，梅儿，你出去。我不出去，许你们听，不许我听。有病就治嘛，干嘛还得偷偷摸摸的？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梅儿，安公公，兰儿到底怎么了？没事的，你就实话实说啊。这让我从何说起呢？这么说吧，兰贵人的病与公子的病如出一辙。也就是说，兰儿她虽然进了宫，但她还是想着我。干娘，兰儿她没有忘记我，你听见了吗？兰儿跟我得的是一样的病。志同，公子，在下所说的如出一辙，的确是思虑之极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兰贵人并非像公子想象的那样，病不害，灾不害，相思常害，而是思子心切。思子心切？正是。兰贵人自从被皇上招幸之后，竟至暗结珠胎，皇上大喜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竟出了纰漏，兰贵人小产，所怀子嗣也是夭折了。兰贵人一直想再为皇上怀上个一男半女，可是至今毫无动静。实不相瞒，太佛爷对兰贵人进园被皇上招幸办寝一事早就有微词，而且耿耿于怀。同时他还下了一道遗旨，说若兰贵人在1年之内不能怀子，便废去贵人名分，打入冷宫。到现在已经9个月了。兰贵人怀疑自己有病，于是让在下前来召公子遍访张神医，以便早怀子嗣。公子，在下不才，刚才在客厅里，夫人与2小姐的谈话，我听的是清清楚楚。若公子与兰贵人旧情难忘，还望公子出手相助，待我速到张神医处禀明病情，以便早日治好兰贵人的病。在下安得心，在这儿替
替兰贵人给您叩头了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志同，不是干娘难为你，事到如今，只有请你出面去求求张神医，让他救救兰儿吧。若因为没有孩子被打入冷宫，废除名分，那是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。要真是那样，兰儿孤苦伶仃在宫里了却一生，那干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志同，干娘求你，求你去救救兰儿。干娘，你快请起，干娘，快起来。安公公，你也请起。哦，公子，在下求你。志同，干娘求求你。兰儿要生子，兰儿要给皇上生子。公子，临出园子的时候，兰贵人让在下给您捎样东西，说您看见了这样东西，就明白他的心思。志同，志同。好吗？多谢公子。在下安德心给神医长请安。既然这块匾你都瞅见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本来想告诉你，40年前的张易之早就死了，我不过跟他是同名同姓之人，绝非杏林高手。哎，刚才你瞅见了万岁爷的旗子，实在是不好再推脱了。老夫张玉芝，还请公公以后多多的关照。啊，岂敢岂敢！请坐。谢张神医。请坐。谢张神医。这位公公，今儿个要不是志同带你来呀，恐怕你连这个门槛都进不来。是，来，坐。哎，不为别的，老夫已经悬壶挂剑，再不问杏林之事。是。啊，今儿个志同跟老夫道出原委，
可以说是声泪俱下，老夫也为之动容。虽说是一段旧情，可情感之深实属难得，故而老夫决定要帮助师侄。公公，问这患者是一位女眷，故而要回避他人，还请公公把女眷的病情讲出。张神医，病情具以血情，请您过目。好。对不住，失态。张神医，您看这病，公公，这个病，老夫看不了。这，请公公回去转禀这位患病的女眷，此病不在她身上，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另一个人身上？对。老夫不才，对药性药理也算略知一二。此种病情发生在男疾患者，为什么公公您要报出是女眷呢？我看其中一定有诈。回张神医，在下该死，请您恕罪。我实在是难以启齿啊！在下的主子下身得了一种病，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前来见您，故而派在下到您这儿来寻医问药。方才我公子不肯替我引荐，于是情急之下，我才想起说是女眷有病，还望张神医无论如何替我们主子治好这个病。治好治不好，弄不好都得掉脑袋。张神医，您的意思是？公公，您呐，您是心知肚明，您明白，您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。不错，老夫是给前朝的乾隆爷诊查过此病。我也给皇上答应过，医好了皇上您的病，从此退出夷陵，远走他乡，永不为医，这才免去一死啊！如今你又拿着只有在皇宫才有的黄册子来跟老夫禀明病情，这说明有病的那个人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张神医，张神医，请您恕罪，看来真是什么也瞒不过您呢。既然今天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放开胆，实话跟您实说吧。得病的，就是当今的圣上，咸丰皇帝。万岁爷染上此病已经有好几年了，但是近1年来特别的严重。不瞒您说，2年前在下就已经遍访京城找您的足迹。还去了趟您的老家河南南阳，可是都没有找到。近来万岁爷思子心切，对您张神医更是望眼欲穿。在下恳求您一定出山帮万岁爷诊好此病，以保大清江山社稷，皇基永固，皇脉得传。在下安得心替当今圣上给您老磕头了。没用了，没用了，这个病根本就治不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是找遍了全国的名医名药，也难解圣上之机。张神医，如您所说，前朝的乾隆爷您都能给诊好，那当今皇上的病，为何就诊不好呢？看起来公公有所不知，此病非彼病啊。前朝圣上之病，老夫能治。当今皇上的病，要比前朝圣上的病严重得多。如你所言呐，恐怕耽误的光景不短了。是。
可在下听说有人能诊此病，有的大夫他就绝无此事。这个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欺世盗名；第二，骗取钱财。没有第3种可能。那就丝毫没有希望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恕老夫要休息了。张神医，张。公公啊，张爷是否同意给男儿治病啊？张神医说他不懂妇科之病，不能随便的开方下药，更不愿意草菅人命。哎，看来是没什么希望喽。在下随张爷学医多年，也深知他的脾气和本性。他既已对外宣称不再为人治病，想要说服他的确是件难事儿。不过我相信，张爷一定是推辞，他不可能不懂妇科之病啊。家父在江南行医，特别就是妇科之病，而且就是得益于张爷的闭门真传，才成为江南名医的。此次张爷既然回绝了此事，我看他既已出口，便不再更改。可我回去怎么交代？兰贵人要知道是这个结果，他肯定是痛不欲生。唉，算了，听天由命。公子，告辞啊！哎，公公，公公，公子，何事？鄙人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烦请公公把这封信带进园中，交给兰儿。哎呀，这宫里头有规矩，私自往里头带条，一经查出，那可就是死罪。不过这次公子能帮咱家这么大个忙，在下也只好从命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条不带，传个话行吗？既然公公能受兰儿之托，在下相信一定是至亲至敬之人。的确如此，但说无妨。但愿人长久。下边那句您甭说，我清楚。二位好汉，有何指教？没什么指教，有人出钱要你的脑袋。哦，在下倒是有仇家，但是都在宫中园内，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在这园子外头有什么仇家。二位能不能报上尊姓大名，告诉咱家是谁出钱要我的性命啊？
少说废话，老上走。说，什么人花钱要你买咱家的脑袋？不知道，听说是九爷让办的，听说是宫中的一位公公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真的不知道，道上有规矩，只办货，不问名。美儿，怎么了，美儿？额娘，公子实在是太可怜了，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整天以泪洗面、肝肠寸断的样子，梅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我看再这么下去，他又会变得跟以前似的疯疯傻傻的。额娘，咱们得想想办法啊！走，我跟你去看看。别哭。娘跟你说点事儿。美儿，你还记得半年前咱俩进园子里看你姐姐？那天她想跟额娘说点事儿，非让你出去，你还挺生气的。我当然记得了。那天我本来想跟她好好聊聊的，她非把我撵出去。额娘，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呀？你姐姐说，她进了宫就成了皇上的奴才，少说3、5年，多则7、8年。她是怕耽误了志同的终身。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姐的意思啊，就是让我劝劝你，让你代替她嫁给志同。额娘，您又说这事儿，公子他可是我姐夫。哎呀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谁知道老天有眼，你姐被封为贵人。她和志同的那段情谊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随他去了。记住了啊，以后再也不能提这个事儿，也不能跟任何人说，你姐和志同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儿。知道了。现在看起来，你姐出宫是不可能了，咱们只能每天祈祷菩萨保佑，让你姐早日为皇上生下个一男半女的。美儿，如果你愿意，额娘就做主把你许配公子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志同？喜欢，可这算怎么个喜欢法啊？那要不你再好好想想。
额娘，公子一家对我们有恩，这我早就知道。其实，我打心眼里就一直感激他、敬佩他。如今姐姐成了皇上的人，再也不可能出宫跟公子重续前缘。您刚才说的话，如果真是额娘跟姐姐的意思，那梅儿遵命，梅儿愿带姐姐嫁给公子。真的？可是我这儿答应了，公子那边儿，你也知道，要让他很快接受我，这也不太可能啊。不过额娘，梅儿相信苍天不负有心人，只要有心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我相信公子，他迟早会把对姐姐的深情厚谊给梅儿的。这样的话，就算姐姐不能跟公子并结连理，梅儿待嫁也算是成就了好事一桩了。是啊。奴才叩见兰主子。什么事？奴才有急事。万岁爷刚刚睡下，快说，是不是找着张神医了？正是。真的，真是天大的喜讯呢！我昨晚上还在祷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了。张神医怎么说呀？你快说。张神医说，这病没治。你再说一遍。回兰主子话，张神医亲口对奴才讲的，说万岁爷这病并非是前朝乾隆爷的病，病情比乾隆爷严重不说，而且染病多年，耽误了，所以这病没治。会不会是你找错人了？他根本就不是张神医，或者有人借着张神医之名在骗你呢？回兰主的话，奴才问过柳公子，奴才还在张神医家亲眼看到了那块由乾隆爷御笔题写的“神医”二字的匾额，不会有错的。奴才刚刚拿出了那个写有万岁爷病情的小册子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宫中之物，而且马上断定得病的一定是万岁爷。兰主子，此人的确是40年前名噪京城的神医张宇。真的，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回兰主子话，你再去访名医。启禀兰主子，张神医说了，世间没有人再能医此病，如果有，除了欺世盗名，就是骗人钱财。难道是天要灭武皇？是天要灭我兰儿？禀兰主子，现在夜已深了，奴才与兰主子见面，有违宫中禁令，奴才不便久留，告退。禀兰主子，临分手的时候，柳公子让我给您传句话。他是不是跟梅儿已经成婚？那是什么话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奴才告退。等一下，奴才在。你陪我到园子里走走吧。
回兰主子话，这恐怕有违宫中禁律。夜深之后，园子里的嫔妃不能随便走动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尽力不尽力的？眼看着大势已去呀，我在这园子里住这么长时间了，还真没好好的转转。现在就快走了，趁着春暖花开的，我也去好好的看看这园中之园。临走了，算是给自己留点念想吧。那要不要奴才去叫几个？不用了，有你陪着我就成了。这天儿还真有点倒春寒，我去加件衣裳，你等着我。这。皇上，也许咱们真没这个命。看起来，如果真像张神医所说，您的病已经无药可治了，再有3个月大限一到，奴婢再也不可能与皇上同床共枕了。皇上，奴婢走后，好自为之吧。但是奴婢实在不想让那些人阴谋得逞，不想让皇上因为没有子嗣而让出皇位，丧失皇权。我不甘心呐，死也不会甘心的。难道兰儿就这么废了？我还不到19岁，难道从此就要被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翻身？像宜妃宫那些前朝的宜妃们一样，终此一生？不，兰儿就是死也不会干。只有最后一搏了，如不能成功，兰儿情愿赴死。想想我刚进园子那会儿，就是在海晏堂当差，是，所以今儿想到这儿来看看。那会儿多亏了瑞英姑姑，我还真挺想她的。
这大水法一旦没了水，好像也就没了辉煌劲儿，看上去怎么也孤零零的呀。安公公，奴才在。我想起来有一回，我跟瑞英姑姑聊起来，好像是说先帝曾经把她赏给你对神的，后来是因为有诬陷的事儿，才就又没提起来。回兰主子话，确有此事。那事情过去了，你怎么？我是说，我知道对神儿就是可以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至少在冬天的时候，还有个女人给你捂捂被窝，不是挺好的？回兰主子话，是奴才不想耽误了瑞英啊。为什么？能跟我说说看吗？回兰主子话，当年瑞英就是个宫女，按例最多7年就可以放出园子，一旦和奴才对了时，她就永远也出不去。奴才一直希望她能够早点出园子，找个好人家相夫教子。可是没想到后来竟然出了……没想到，这净室房里面，糊里糊涂的，竟然有了瑞英的名字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有点好心做坏事啊？悔之晚矣呀！真是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既然下了决心，就只有走到底了。兰主子说的是，不过是一墙之隔呀。这园里园外的，就像是2个世界了。兰主子，您留神，这道上不好走。没事，我看得清。再不好走，不是也得走吗？就跟着人活在世上似的。你要是看得清脚底下的路，就能走得顺顺当当的；要是看不清啊，也只能是功亏一篑，好事难成。哎，安公监，奴才在。这墙怎么像是修补过呀？我想起来了，刚进园子那会儿，我就遇见了灵美和月城走眼的事儿。是不是这园子里面走眼儿，就是从这儿走啊？回兰主的话，这都是前朝的事儿。这园子太大，规矩也不如宫里那么多，那么严。一些名分低下的那些女主子与外边的男人私通的事儿也时有发生。一开始就是在这墙上开个洞，后来呢，花样也越来越多。有的是从水面下边的暗沟游进园子，有的呢就买通了园子里的太监，藏在那个运煤运菜的大车里进了园子。有的索性干脆就化妆成太监，混进园子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所以园子里管这种事儿就叫走眼。安公公，奴才在。今儿在外面遇见什么事儿了吧？这个是吗？回兰主子话，奴才今天在回园子的路上遭人暗算，险些丧了性命。是什么人干的？跑不了是刘福，只是奴才没有想到，他刚刚官复原职，就这么急着报复。毕竟，奴才也是万岁爷身边的人，他们这么做，显然是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现在主人不值钱了，那狗的命
就更什么都不知。因此，蓝主子，奴才以为在此危难时刻，要么鱼死网破，要么坐以待毙。这话正合我意。蓝主子，既然万岁爷的病现在已经治不了了，那蓝主子也就无法怀上皇上的子嗣。大限一到，即使是万岁爷，也救不了您的命。奴才以为，蓝主子现在只有孤注一掷，铤而走险。说下去。蓝主子，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怎么样？回蓝主子话，有句话，奴才在今天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，只是怕说出来。说。主子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眼。走眼儿。只有这种办法，才能让您怀上孩子，才能救得了您和万岁爷。奴才明知是死罪，可是为了您和万岁爷，为了大清的江山，奴才只能斗胆说出这个主意。蓝主子，下决心吧，这是您最后的机会。蓝主子，您就答应，奴才求您答应吧，求您了。起来，接着说。回蓝主子话，奴才已经想好了，再过几天，就是太佛爷为先皇做法事的日子，刘福他们一定会回宫里去张罗。只要他们不在园子，奴才就能安排此事。往下说。蓝主子，奴才在您家中见过六公子。如果奴才没猜错的话，六公子定是蓝主子入园之前的未婚佳婿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公子对蓝主子仍然是一往情深。奴才也看得出来，蓝主子现在身为贵人，可是对公子仍旧是情丝未断。奴才已经想好了，安排夫人和二小姐进园子会亲。会亲是假，实则是将六公子带入园中。一旦事成之后，我们必将反败为胜。说。蓝主子，一旦您有了身孕，奴才以为最好还是将公子立即除掉，否则一旦事情败露，不光六公子会人头落地，就连兰贵人您也会被满门抄斩。因此，到时候还请主子忍痛节哀，将此事永远的揽在肚子里。你都已经想好了，不仅想好了该怎么办，连最后的结果都想得这么周到。既然如此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不过有一条你要记住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，都不能伤害柳公子。如果说是拿柳公子的性命来换取我日后的发达的话，我宁可被打入冷宫。这个，你听明白了？奴才明白，请蓝主子放心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刚才是你说话的吧？是。你说什么？没做了安德谦，还让他回了园子了？啊？的确如此，这事奴才给办砸了。奴才
听大总管处置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啊？要做就得做得漂亮，做得干净。这倒好，没碰上人家毫毛，让一大伙人又跑回园子里去了。哼！哎呀，你们派去杀他的那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呢？这安德新是不是已经知道园子里头有人花钱要买他的命？大总管您放心，江湖上啊有一规矩，人只办货不问买主。再说了，咱们派去杀安德新那俩人根本就不知道是受谁之托，所以这点您尽管放心。我放什么心呢？我这回要是让那个安德新……不，大总管说，安德新此时正在和兰贵人在园中散步。这么晚了，他们俩在园子里散步，这是违背宫中禁令的呀！你看清楚了吗？千真万确，大总管。本来啊，我也不信，后来我亲自过去看了一眼，的的确确是兰贵人和安德新在园子中散步。这么说，他们就是狗急跳墙了。哼！安德新这回遭暗算，凭他那机灵劲儿，他能够料出来是我干的。可是他料出来也没用了，期限就剩3个月了。这时候我要说他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啊，大总管，要么马上再去安排一批人，把安德新杀了，给您出出气。起来吧，你们听好了啊！现在什么动静都不能有，啊，咱就等3个月之后，到那时候大局已定，甭我说话，太佛爷就能把他们给拉出去，赐他们一死，赏他们一白绫子。到那时候咱们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咱干什么？咱们就得给他安排后事啊！听好了，你们俩寸步不离，给我盯着安德新、兰贵人，有情况马上报告。站这，去吧。老七呀，臣在。我和皇上立的那个时限就快到期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？太佛爷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安排，只是不要太心急。如今刘福官复原职回了园，这皇上的举动，说明他心里有鬼，这是必然的。虽然现在离兰贵人和太佛爷立约期限时日不多，但只要稳住政，最多不出1个月。立太子之事就必然摆在皇上面前，到那个时候，他哑口无言，立太子顺理成章。只是惠亲王对吧？我听说他对这事儿有点犹豫。如今就连大学士穆彰阿这种外丞都表示同意立大阿哥皇太子，可太佛爷用不着着急，等立了皇太子，什么事都好办了。对，立了皇太子，那皇上就靠边站了。以后朝廷里的大事小事就是你和皇太子说了算。微臣不敢。启禀太傅爷，圆明园大总管刘福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奴才刘福给太佛爷、顺王爷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佛爷。你来得正好。刘福啊，奴才在。皇上已回园子几天了，兰贵人有什么动静啊？回顺王爷，前几天园子里人说，兰贵人跟安德新半夜里头在园中漫步，可是就那么一回，后头就没什么了。哦，皇上天天叫完早上早朝，批阅奏折，相安无事，也挺平静的。这水里的鸭子，表面上平静。可水底下跑得欢吗？顺王爷说的对。前2天安德新老是出园子往外走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别提那个安德新，你只要一提那安德新，我就一脑门子气。这小子看样子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了。你呀，给我盯住他们啊！